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个轻量级的资料库管理系统 SQLite。那它目前的版本到了第3个版本哦，因此我们通常都会称呼它是 SQLite 3。那它除了是一个很轻量型的关联式资料库的管理系统以外呢，我们也可以拿它来做很简便的一个资料转换。在今天的影片里面哦，我们就从安装开始，接着呢来看看它有哪一些指令可以使用，再来看怎么样子把 CSV 的档案呢转换成资料库里面的资料表，再从资料表呢转成其他的格式，比如说我们把它转成 JSON 的格式，或者是 Markdown 的格式，或者是 HTML 的格式。那透过 SQLite 呢，都可以很简便的、很快速的就来做这一些操作。SQLite 3的安装非常简单，你只要到它的官网去直接下载对应的预先编制好的2进位的档案来安装就可以了。或者是你也可以直接使用像 Windows 的 Winget 或者是macOS 的 Homebrew， 通通都可以直接来做安装。那在这边呢，就不特别去做这个安装的展示了。以 Windows 为例，下载回来的 SQLite 3呢，最重要的呢，就是一个 SQLite 3.exe。那我们通常所有的 SQLite 的相关的指令呢，都是使用 SQLite 3.exe 来做操作。在启动 SQLite 3.exe 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些命令选项可以使用。如果想要列出所有的可以使用的命令行的选项的话，我们就只要加上-help 这个选项就可以了。我们来实际操作一下。好，我们现在在一个任意的资料夹里面我们直接输入 SQLite 3，然后呢加上-help。好，我们就可以看到所有我们可以使用的这些参数了哦。那 SQLite 3呢，要进入它的操作界面里面呢，我们一样哦，就是 SQLite 3，后面你就直接可以指定一个你要操作的一个资料库的名称哦。那这个名称如果一开始没有这个资料库的话，它会自动帮你建立起来。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的资料库呢要叫做 test.db。好，那进入 SQLite 3它的这个交互式的操作界面以后呢，它就会自动帮我们把我们后面的操作呢写入到 test.db 里面来。后面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SQLite 它的这个操作界面里面呢有所谓的点命令，也就是它里面的跟系统相关的命令呢必须用点开头。因此我们在这个里面呢，如果需要做说明的话，我们就可以用点 help。它就会显示出所有可以指定、可以使用的这一些点命令。好，那比如说我们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这边有一个点 tables， 那这个就是列出说我这个资料库里面呢有多少的资料表。那现在当然我们没有资料表嘛因此我们如果输入点 tables 是空的。好，那还有它这些指令呢，不必全部打完比如说我打点 tab 呢，就等于是点 tables 就是只要输入到可以辨识的这个命令的文字就可以了。好，那接着我们就来做后面的这一个范例我们先退出来用点 quit 离开SQLite 3的操作界面。然后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资料表这一个资料夹里面有哪一个资料的文字档可以使用就是这一个 COVID-19 的这一个 CSV 档那它是一个文字档。它下载的连结呢，我会放在说明栏里面。好，那我们就直接用这一个资料表，这一个文字档来产生资料表那我们就 SQLite 3，那一样，因为我们是要操作这个 test 的资料点 DB 这一个资料库，后面记得把它给加上来。然后接着我们就可以使用点 import 这个指令。好，再指定我要汇入的格式简简 CSV 是我这个资料夹里面的这个点 CSV 的档案。那我要后面接着呢，就是我要汇入成什么资料表我这个资料表的名称我把它叫做 COVID-19。好，那我们就直接按下 Enter， 它就会执行这一个汇入的动作。然后接着呢，我们就可以用点 tab 呢来看一下，我们确实已经产生了一个 COVID-19 的这一个资料表了。那后面呢，我们就可以使用标准的细果指令呢来对这一个资料表来做查询。
那因为西环命令有可能会有很多行它可能不像这个点命令一样，可能是只有一列这样子的命令行。因此呢，如果我们再输入第二行的话你可以直接按 Enter。那如果说你只有一行的话或者是在多行以后呢，这个命令要结束呢，记得一定都要用分号来结尾就是我们的西活的叙述要用分号来结尾，它才知道说你已经把这个命令输入完毕了。好，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就刚刚这个 CSV 档呢就汇入进来了然后它预设呢是使用这个一杠这个符号来做分隔符号那因此我们就会有4个栏位那我们可以用点 schema 然后后面我们的资料表的名称，它就会帮我们列出我的这一个 COVID-19， 它帮我们自动建立起来资料表它的栏位的结构，也就是我们目前有4个栏位那每一个栏位的形态呢，栏位的形态都是 text， 也就是文字的形态。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已经做了 import 这个动作了。后面我们就继续来针对这一个汇入进来的资料表呢，来做一些操作。如果你要在 SQLite 3的操作界面里面显示正确的中文的话记得在 Windows 里面呢，你的这个使用中的字码页呢，必须是950 950也就是繁体中文那如果不是950的话你可以用 CHCP 空一格950来把这个字码页呢切换成950。因此，如果你是简体中文的话你就是要把950改成936。好，那这个就会是简体中文。那如果你要切成英文的话那就是437。好，如果你要切成 UTF-8 的格式的话Unicode 的 UTF-8 你就是用65001但是这个65001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显示我们的中文了因此我们要记得把它切换成950。好，那这样子我们在进入 SQLite 3的时候呢，它显示的中文呢才会是正确的中文。好，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正确的看到中文。好，那这个是我们汇入的一个操作的状况那现在假如说我们想要把后面的这个数值的栏位把它里面的逗点给拿掉的话我们要怎么来做操作呢？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查询出来的第3个栏位也就是这个案例数它的这个文字形态呢，它都会帮我们加一个逗点因此，比如说我们要按照这个案件数来排列 ，order by cases，我们由大到小排，所以后面加 descending。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移到第一笔呢，就可以看到美国的这一笔记录它是最多的那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300万这边呢，都会有一个千位点那但是我们将来想要拿这个2个栏位呢，要把它转换成数值的栏位形态，因此我们就先做一个操作，把这个千位点都给删除掉。那我们怎么做删除呢？那很简单我们直接用 update 这一个命令就可以了update 这一个西国的叙述，我们要 update COVID-19 这个资料表，要设定呢 cases 这个栏位呢，要把里面的千位点给拿掉。那我们可以透过它的 replace 替换把 cases 这个栏位它的里面的逗点呢，都把它换成空字串。好，后面加一个分号。那这样子呢，它就会把这个 cases 这一个栏位的内容里面的逗点就全部帮我们拿掉了。那接着我们后面这一个死亡数也一样要做这个事情。好，我们已经更新完毕了以后呢，我们再来查询一遍好，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一个第3个栏位跟第4个栏位里面的逗点呢，就已经都消除了。好，那接着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我们的资料的形态给换掉因为现在我们这个透过 schema 可以看到那后面2个栏位其实它都是文字的形态，那我们要把它改成是整数的形态。那 SQLite 的整数的形态呢是用 integer 那因此我们就要把后面这2个栏位给改成是integer让它变数值。可是 SQLite 呢并没有
直接变更栏位形态的语法，因此我们必须要做一些额外的一些叙述来让它做栏位的形态的变更哈。那它的方法就是我们先把我们的现有的这个资料表呢改成另外一个名称哈。那它的语法是这样子哈 ，alter table， 也就是变更资料表哈 ，COVID-19。我们要把它改名字成 rename to，比如说是一个旧的资料表，所以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做底线 OLD。好，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打点 tables 呢，你就可以看到里面已经没有 COVID-19 这个资料表，而是变成底线 old 哦。那接着呢，我们再来产生新的正确的格式哈，我们需要的格式，也就是这一个哈。好。我们后面第三个、第四个栏位呢，都已经改成是 integer 了哈。然后我们复制好以后呢，把它贴上，好。然后这边它会说我们是多列的，我是仍要贴上。好，最后有分号了，我们直接按 enter。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看点 tables 呢，你就会看到我里面已经有两个资料表了。那接着我们就是把这个底线 old 里面的内容呢，整个把它汇进这个COVID-19 这个资料表里面来哦。那这个指令呢，就是用这 insert into 跟 select。好，我们整个把它贴进来哦。它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插入资料到这个 COVID-19 这个资料表，那它的资料来源呢，是从这个底线 OLD 这一个资料表来的啊，也就是我们原先一开始汇入的那一个资料表。好，这样我们已经汇入完毕了哈。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输入这个 select 哈，来看一下。好，我们这个 from 呢改成 COVID-19 啊，也就是我们最后的这个资料表。那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资料表就已经是正确的哈。后面的这两个栏位呢，我们这个签位点呢就都已经拿掉了，而且它已经变成数值了哈。那我们就可以，比如说，一样用 order by cases。好，这样子就可以来做排序了哈。那这样美国就会排在最后面一个。好，那这个就是把它转换成数值以后的状态了哈。那接着呢，我们就要绘出这个 CSV 的档案哈。那绘出 CSV 的档案呢，就是要变更它的所谓的输出的模式哈。那我们可以用点 mode，我们可以用点 help 再用点 mode。看一下这个点 mode 有哪一些指令可以用哈。点 mode 呢，它有下面这一些模式哈。那我们现在要使用的模式呢，它有这么多个模式可以来操作，比如说是 ASCII 模式、Box 模式、CSV 模式，或者是 Line 的模式等等等。那因为我们现在是要把它产生成是 CSV 哈，就是我们要产生的档案，我们现在要把它产生成 JSON 的啊。所以我们这个 mode 哈就用点 mode， 后面呢用 JSON。好，那这个时候呢，SQLite 就已经把输出模式切换成是 JSON 格式的哈。因此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再去做 select 的话，你可以看到现在输出的格式呢，就都已经是JSON 格式了。这个中文怎么不？这个中文它这样子转出来有点问题哈。好，那没有关系，显示的时候会有问题的哈。好，那我们直接把它输出。输出的点命令呢，就是点 output。那接着呢，就是你要输出的一个档名比如说我们要把它叫做 COVID-19 点 JSON。好，那这个就是输出指定我后面的所有的动作呢，都要输出到这一个 COVID-19 点 JSON 里面哈。然后接着呢，我们就是让它再执行一次 select 的命令。好，那你可以看到画面就没有像刚刚有出现这一个JSON 的内容出来因为它所有的输出呢都已经转向到后面指定的这个 COVID-19 点 JSON 里面的好，那我们要关闭这个输出的话呢，就只要再打一次点 output， 或者是你就直接点 quit 跳出来，然后接着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时候在这个里面呢，它就有一个 COVID-19 点 JSON 那是我们刚刚产生出来的。然后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记事本来看一下这个档案，点 JSON。好，那各位可以看到，刚刚虽然我们在画面里面看到的内容是乱码，但是它输出出来是 UTF-8的格式。
那是正确的格式。那这样子我们就已经把我们的点 CSV 呢转换成点 JSON 啊，所以我们如果使用这个 SQLite 呢，它就可以很方便的让我们做这一些格式上面的一些转换。那除了是 CSV 啦、JSON 啊，那后面呢，我们要输入成 HTML 或是 Markdown 呢，也可以用这样子的方法来直接做输出。那 SQLite 呢，除了说我们当然可以用汇入的方法来做的话，它其实也可以直接读外部的档案，直接来做操作。那它的方法就是类似我在这边写出来的这个一样我们用透过这个 refile 这个函数去读入一个外部的一个 JSON 的档案。然后再用这个 JSON 底线一取把它变成是一个资料列，然后后面就可以用这个 JSON 底线 extract 去把栏位的内容给抓出来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可以把这个内容贴起来，然后进到我们的 SQLite 3来做一下试验好，我们把刚刚的指令贴进来，然后直接按 Enter， 你可以看到它一样可以把我们那个点 JSON 呢给抓进来。显示那因为我们刚刚这个命令只显示了2个栏位了就是国家跟案例数，所以它出现的就是只有2个栏位。那后面我这边有汇总了一下常用的一些命令那各位可以自己来参考一下好，那么我们今天就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个 SQLite，它怎么透过它来做这个资料格式的转换，可以说它是非常方便，而且也很简单。那档案呢，就是只有一个 SQLite 3.exe， 可以说非常的轻量级。那尤其是在移动设备里面SQLite 呢使用的非常多像我们的安卓的或者是 iPhone 呢，里面很多 App 呢，它其实都是使用 SQLite 来当做他们的资料库系统。好，那我们今天就是介绍 SQLite 3，到这个地方，那希望对大家在资料库的操作上面呢会有些帮助。谢谢各位。